最近，有中国网友在一段最新流出的坦桑尼亚视频中发现一个令人心疼的细节：曾经那个笑容灿烂、爱唱歌、爱和妈妈玩的小男孩豆豆，如今明显变得消瘦了许多。不仅脸上的肉少了，原本明亮的眼神也暗淡了些。最让人难过的是，他好像不怎么爱笑了。网友们纷纷留言：豆豆是不是生病了？他好像不适应那边的生活，看着都心疼，感觉瘦了一大圈。这一连串的反应让整个评论区陷入了沉默，因为这一次，大家真的感觉到了，豆豆可能在异国他乡过得并不轻松。豆豆的变化，从笑得最甜的孩子，到眼神落寞的小男孩。如果你关注菲利斯塔母子的生活已久，你一定还记得，豆豆在中国时是个开朗又灵动的孩子。他喜欢和爷爷奶奶说谢谢，喜欢吃饺子，最爱在厨房里看奶奶擀面皮。他也喜欢跟凯凯玩耍，哪怕语言不通，他们总能用笑声交流。可如今的视频里，豆豆坐在田地边，安静地出奇。他不再追着镜头笑，也不再抢着说话。有网友仔细比对发现，他的脸瘦了，胳膊上的肉也不见了，眼睛里少了那种光。这不是网友多想，而是一个孩子在适应新生活时真实的反应。饮食问题，豆豆可能真的吃不惯。熟悉菲利斯塔的人都知道，他在坦桑尼亚的生活比较简单。虽然他努力为豆豆准备食物，但当地的食材口味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时，豆豆每天能吃上米饭、鸡蛋、青菜、饺子、馒头；而在坦桑尼亚，常见的是玉米粉、木薯、烤肉、水果和豆类。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巨大的饮食转变。很多网友分析，豆豆的消瘦很可能与营养摄入不足有关，尤其是在成长阶段，孩子对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的需求都很高。若日常饮食偏单一，就可能导致体重下降、免疫力降低。也有医学爱好者在评论区留言，孩子偏瘦有可能是肠胃不适应当地饮食引起的。如果是气候加上饮食改变，孩子的身体很容易反应明显。心理因素，离开熟悉的环境，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打击。除了身体变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豆豆的情绪。在最新的视频中，他几乎没有笑容，也很少主动讲话。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天气热，也有人说，也许是因为周围环境陌生。但更多网友认为，豆豆可能心里在想念中国。毕竟，他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那是他成长的第一个家。那里有爷爷奶奶，有熟悉的语言，有朋友和玩伴。而现在，他身边的语言、文化、气候、食物全都变了。心理学研究显示，儿童迁居到陌生环境后，如果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陪伴，很容易表现出沉默、退缩、不笑等情绪特征。豆豆的变化或许就是这种心理反应的体现。他不是不开心，而是无处安放自己的小情绪。菲利斯塔的艰难，他也在经历。有人指责菲利斯塔，说他带孩子回坦桑尼亚是不理智的决定，但也有人替他说话，他也是母亲，他能做的就是尽全力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事实上，从菲利斯塔的视频可以看到，他依然在努力。他带豆豆去菜园摘菜，教他认识植物，带他吃中餐，努力让他保留一些熟悉的味道，还经常对着镜头笑，想告诉大家我们很好。只是笑容背后有多少无奈，只有他自己知道。母亲的笑是孩子最后的安全感，所以他不敢哭，也不敢显露疲惫。但豆豆的变化或许正是母子俩共同压力下的投影。网友的反应：心疼、担忧，甚至无力。评论区里有太多让人动容的留言，看着豆豆变瘦，心里发酸。他以前那么爱笑，现在的眼神让我想哭，希望有人能帮帮他们。还有医生型网友理性的分析，坦桑尼亚的气候炎热潮湿，饮食以碳水为主，孩子容易缺乏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建议补充维生素 D、钙、蛋白质，多晒太阳，但避免暴晒。这些留言虽然理性，却也显得格外无奈，因为大家都知道，菲利斯塔的处境并不容易改变。他可能也很想让豆豆回到中国，可签证、手续、现实的难题，都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希望网友开始集体出谋划策。看到豆豆消瘦的样子，许多中国妈妈开始在评论区给菲利斯塔留言，提出了各种贴心建议，可以自己种些蔬菜，多吃青菜、鸡蛋，
孩子喜欢吃中餐，可以学做点简单的汤或炒饭，给豆豆多喝牛奶，补营养。有人甚至留言想寄食材或奶粉过去，但因为国际运输困难，只能作罢。然而这些留言本身就足以说明，网友们真的在关心，不仅是关注，更是真心希望他们平安健康。7. 结语：豆豆的笑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豆豆变瘦，不爱笑，也许只是暂时的。孩子的身体恢复很快，只要饮食、情绪调整得当，他一定能重新找回那份属于童年的笑容。但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陪伴，因为一个孩子最渴望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稳定、安全和爱。也许有一天，等环境好一些，菲利斯塔会带着豆豆回到中国，那时，豆豆也许会重新和凯凯奶奶团聚，重新吃上一碗熟悉的米饭，露出久违的笑。那一天，所有关心他们的网友，一定会在屏幕前轻轻说一句：欢迎回家，豆豆。